都在皮筋里。好了，结束了 ，KO， 这是完全直接 KO， 直接 KO。韩国双冠王来中国踢馆，扬言不拿冠军绝对不回国。结果不料刚开局15秒就被中国小伙一拳干趴，躺在地上怀疑人生。也是2018年韩国泰拳67和71两个级别的双料冠军。我们掌声有请来自韩国的楚金赛。好，欢迎收看本场比赛，这一场比打小日本还要精彩的一场暴打韩国棒子的精彩对局。小日本子固然令人讨厌，但韩国人的恶心，观众朋友们那是更令人作呕。就比如说眼前这位美女高举的国旗，我们仔细一看，这完全就是我们中国的太极八卦图。没错，这帮卑鄙的韩国人，观众朋友们什么都喜欢偷我们中国的啊，连国旗自己都不会做。好，我们注意看，正在出场的选手便是韩国的泰拳双料冠军、双冠王，年仅23岁的楚金宰。好，这个小子很年轻就已经是双冠王了，这一次来中国更是夸下了海口，立下了誓言啊，表示不拿一个冠军，不成为3冠王，绝对不回韩国。但是观众朋友们，他敢来中国踢馆，那他已经提前输了一半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中国响雷神剑刘翔明。没错，本场比赛赢着韩国棒子的小伙正是眼前的中国小将刘响明。他综合实力极强，可以说是毫无短板，标志性的右手平勾更是堪称一绝，威力十足。10场战绩12胜3负，而且最近的刘响明是6战全胜的一个状态，势头正猛。所以说本场比赛这个韩国选手啊，完全不需要研究战术该怎么制定啊，直接研究自己的坟地在哪儿买就可以了。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为您呈现的是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郑州站的比赛。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资深赛事评论员蔡志贤先生。大家好，我是蔡志贤。我们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是 WLF 这是刘响明的一击拳。观众朋友们，刚开局15秒，这个韩国双冠王在韩国是出了名的快。观众朋友们，我真是没有想到他原来是躺下啊倒得快。我现在完全可以怀疑啊，对方的双冠王是不是在韩国打的什么少年组或者儿童组？打的都是小孩吧，实力有点太弱了。挑战资格赛的第一场半决赛，现在已经完全进入这个刘响明的节奏当中。刘响明这个后手拳的迎击特别的准。幸好这个我们的韩国选手恢复的也蛮快的。对。再多介绍一下，这一位韩国选手，目前是在他们韩国 Max FC 的65公斤级排名第1啊，第一次到国内来比赛。他们整个拳馆是隶属于韩国的泰拳协会，所以未来刚刚的韩国人也打了一个迎击，打蛮准的，打到我们的刘响明的下巴。这两个人的节奏比较快，所以说就没有让我们有这个空档来。有机会啊！两个快拳。刘响明的拳更准更重一点。虽然说这个韩国选手是双冠王，而刘响明啊一个冠军没有，但是本场比赛目前我们看，无论是拳法上还是气势上，刘响明是遥遥领先。刘响明就如同下山猛虎啊，出拳精准且犀利。好，你看对方是频繁的搂抱我们，现场裁判也警告对方2次了，还在搂。如果仔细看这个韩国选手啊，他的前腿在不断的点地板啊，这是典型的一个泰拳风格的一个特色。对方的双冠王2个冠军啊，都是泰拳冠军。8人赛第一轮呢就被日本冠军海人给 KO 掉了，所以其实呢，他的一个抗击打能力是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的。我们刘响明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那刘响明在泰国站呢对上李胜。也是用接腿摔限制对方的腿法，然后拿下精彩的 KO 胜。今天这场比赛呢，刘响明很有机会再拿下一个 KO 胜。看这趋势有点像哈。是。现在是用刘响明是用他的一个万兔的迎击，万兔的迎击会比单发的迎击来的好一点。好，还有10秒。现在蓝方金仔用头法来做试探。
好，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那注意看的话，对方啊还穿了一个红色的裤衩。那原本对方是想讨一个好彩头啊，想讨一个吉利的彩头，但是没有想到，红色裤衩变成了血光之灾。好，接下来准备看一下双方第二回合的精彩表现。待会儿不要认错了，红方选手白色短裤，中方选手刘晓明，而蓝方选手红色裤衩便是韩国的泰拳双冠王楚京宰。大家想到这个赢局，就是刘晓明的万兔赢局，出两拳会比单单用后手拳来的好一点，因为呢前手开路的话呢，会让后手更容易打穿对手的防御。这是各位观众可以多练习的。格赛的第一场冠军赛。目前大家知道65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在王鹏飞的手中。是。按照我们的赛制规则，拿到之后他要接受这个其他选手的挑战。那获得这个挑战资格的话，就是要参加我们的这个挑战比赛。出前手的一个组合，而且是先出后手再出前手的一个干打，用这样的一个变化让对手会猝不及防。这个第二回合，其实双方都还没有做西法。虽然这个韩国人是打泰拳的，但是呢，今天西法都还没做出来。对。第二回合，双方的节奏呢是慢慢缓了下来。刘晓明不着急啊，因为我第一回合已经拿到了巨大的优势，已经拿到了1分。该着急的是，哦呦，后手，该着急的是对方，而不是我们。再前我们说韩国人非常恶心啊，喜欢偷东西，没错啊，他们喜欢偷我们中国的文化。现在这帮韩国棒子对我们中国的文化偷取和窃取已经到了明目张胆的境界啊！说什么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啊，还有什么各种节日都是韩国人发明的。前2年说我们中国武术是韩国人发明啊，近2年更过分了，说我们中国散打是韩国跆拳道演变而来。观众朋友们，这帮韩国棒子真是不要脸到了极致，所以没有错，刘晓明给我狠狠的打，狠狠的打这个韩国棒子的脸。哇！这一次呢，刘晓明就是加强他的迎击这一招，所以呢，看起来这一招真的是蛮管用的。对。那刘晓明的拳是不管在任何距离呢，他都能够打到对方，能够很顺利的发力，这是他的一个特长。然后刘晓明的时间跟距离控制的非常好，不管是迎击啊，或是红手反击。之后的，又有了，抓对手控制抓得太好。好，双方的比赛马上要来到第3个回合。那么在第2回合，刘晓明是放慢了节奏，缓解下了体能。那这样一来的话，第3个回合恐怕这个韩国棒子他要危险了。我觉得他现在应该祈祷祈祷自己不要被打死。在前，这个红色裤衩的韩国选手扬言说不在中国拿一个冠军，不凑够3个冠军绝对不回韩国。你以为我们中国是菜市场吗？你以为我们中国的冠军是萝卜白菜，说拿就拿吗？他太天真了。这场比赛迎战他的小将呢，刘晓明白色裤衩的，他没有任何冠军，而这个韩国选手是双冠王。但是我感觉他在刘晓明的面前就像是一个陪练像是一个人肉版的沙包。在成功之后呢，立刻把这个阵型稳定下来。对，他恢复的还是挺快。好，中扫不错。现在韩国选手用泰式的节奏跟刘晓明打，其实是会比较吃亏一点。这个是为什么？因为这个节奏太慢，而且太单调了。但是呢，他最刚开始接受就是泰拳的训练，所以他又回到他原始的一个习惯动作去了。他可能觉得用这个节奏的话，他自己更顺一些。是，因为毕竟第一局的那个节奏快了之后，对他也不是很有利。他刚出道的时候左腿没有拳，那后来呢，因为韩国拳击也不错，所以多练了一些拳法才让他有现在是比较好的表现。前手的一个绝活双方在前手的互相拍对方的拳，这是在拳击常用的一些技巧。漂亮，又是一个赢，打了，这个后劲真强。好，看到这一幕，我相信屏幕前的您那是相当的开心了。那当然，我也是发自内心的
感到开心。观众朋友们，我是接受过专业训练的，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笑的，除非啊看到这个韩国选手这么狼狈啊，除非我忍不住了。好，刘晓明想要一鼓作气拿下对手。但韩国选手和日本选手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韧劲很强啊，很抗打，很抗揍。他们天生就是贱骨头、贱皮子啊，如果不抗打啊，肯定不行。所以说呢，天生就抗打。估警了，还有第2次的警告了。对。好，刘晓明的后手拳再往内缩一点，再准一点。扣分是吧？是吗？是要扣分了。估计。好，还有10秒。躲过了一个 saving by Bell， 就是被铃声给救了，不然就是会被 KO 了。好，我们听起来是比赛铃声结束，但是观众朋友们对于韩国选手来讲，那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他心想，铃声终于响了，我终于不用再挨揍了。没错，本场比赛，我相信这个韩国双冠王这个小子啊，已经被打到不想再打了啊！我估计他也后悔来中国了。赛前他表示，不拿一个3冠王，不拿一个冠军呐，绝对不会韩国。我现在给他一个机会收回这句话，我相信他会立马撤回。好，最终结果让我们恭喜刘晓明拿下了这个韩国小棒子，韩国的双冠王。那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注意看，中国擂台发生了一起惨绝人寰的血案。日本武打女星来中国踢馆，惨被散打女王飞膝爆头，瞬间猝死擂台，擂台立马变成手术台，不料最终抢救失败。事情的起因是日本武打女星来中国拍戏，结果在片场竟然当众欺负中国姑娘，对中国姑娘拳打脚踢，甚至当众扇起了耳光，完全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甚至还羞辱中国武术就是小孩打架，而日本武术才是天下第一。中国武术无非就是哄小孩的把戏罢了，根本不堪一击。我们日本武术才是真正的世界第一。接下来我准备去中国踢馆，中国人准备好受死吧。好，观众朋友们，正在出场的选手身着红色小短袖，没有错，她便是来自于日本的武打女明星大滨方美。但是成为武打女星之前啊，她是拍1+2级的片子啊。哦，注意看，比赛还没开始就已经跪下来了，这叫未战先降。但当然，她有可能啊是知道自己这是人生当中的最后一战啊，所以说呢跪下来磕一个，因为这个擂台有可能会变成她的人生坟场。好，以前是拍1+2级片子的，虽然说现在是山鸡变成了凤凰，拍起了武打片但观众朋友们啊，山鸡变凤凰，终究啊还是一个鸡。好，再注意看本场比赛，我们的中方选手正是眼前的散打一姐鄂美蝶。鄂美蝶有一点我非常欣赏，就是她打起老外的时候，绝不会心慈手软。好，我们注意看红方选手红色拳套便是散打一姐鄂美蝶，她是我们中国的散打大满贯选手。而蓝方选手蓝色拳套便是日本的武打女星大滨方美。好，注意看，比赛刚一开始，鄂美蝶便火力全开。观众朋友们，打日本人啊，就该这么狠因为小日本呢是典型的欺软怕硬的类型。如果你表现出一丝的怯懦，一丝的害怕，它会像一条疯狗一样咬着你不放；但如果你表现得很强硬，它会立马跪下来啊，求你别打了。方美啊，他有时候其实拳腿力道是一般，要小心他的一个转身边拳。然后头部啊，其实都不太会做一些摇闪啊，所以对，因为呢，这鄂美蝶的拳相当的准，他用这样挡是没有用的哦，已经开始被打晕了，要打晕了，哇，这个鄂美蝶辣手摧花，鄂美蝶开始耍他前手拳在转因为他的后手太准了，打得非常准，对，一打人就飞出去了。观众朋友们，这就是专业打手和电影演员的区别。对方会点三脚猫功夫啊，就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但殊不知在职业选手面前，对方啊可能连陪练的资格都算不上。好，注意看比赛时间，过去了1分半的时间了，但鄂美蝶我感觉不要说30%了，2%的力都没出啊，这边玩边打，属于在戏耍玩弄对手。哇！可是是有点后脑啊。这个没有完全打正。是。
好，继续，二美蝶其实都是用反向，哎，然后他直接都会起他的后手哦，直接后手直拳塞进去，非常的准。对手要抓防守反击，其实都抓不到，因为二美蝶有他自己的步伐。好，袭击，没有很勇敢很主动，是实力上确实占优。对，因为他不需要打防守反击了，所以他不做侧踹了，直接打出去了。对，因为很难贴近这个二美蝶。二美蝶的步伐非常的厉害。我相信看到大滨方美啊被打到这么惨，很多日本的男同胞啊男性肯定感到很心疼，因为对方在日本有一个外号叫做小苍井空，所以说他是无数日本男性心目当中的白月光，他们的女神。哦，这一下脸先着地。现在对方是一个武打女星啊，玩的是刀枪棍棒，但以前她也算是一个武打女星啊，只不过拍摄场地在床上。然后在这个二美蝶啊，其实他做侧踹很少在踹脸哦，后续可以注意一下啊。好，第一局比赛结束了，哇，打得有点抱头鼠窜了，前手拳晃啊，打进去，裁判赶快来啊，又有点在挤到神圈那边了，这个脸都打歪了。在之前呢，这个俄国的女选手啊就被这个二美蝶打到没办法支撑下去。这个有几次特别重的迎击，对，还有腹击哦，都是这个二美蝶非常的一个强项。日本选手很顽强，防守都还想打出圈圈晃那一招啊，待会就在问他跟谁学的。第二局比赛开始了，这也是占有优势的时候可能能够做出。对，晃啊，来玩你。接着这个反手反击，对，这个失去平衡，右手摆拳。好，这个侧踹。这场比赛可以说没有任何技术层面上可分析的特点啊，我们只需要看二美蝶如何暴打这个日本武打女星就行了。当然，这个武打女星也很配合，她很主动啊，她并不是主动打人，而是主动挨揍。而且本场比赛很明显，我们的红方选手二美蝶也没有很认真啊，她在故意的玩弄对手。对方在二美蝶面前啊，那真是漏洞百出。只要想 KO 的话，二美蝶可以随时随地 KO 这个武打女星。再试一些新招哦，做一些实验，打得漂亮一点，好，闪掉了，那赶快压进去，不要浪费这个时间。但这个日本运动员一般来说他是挺顽强的，你看看他晃晃悠悠被人打了很多次，但是他不会被击到。然后大滨方美啊，在这个攻击距离之外做这些步伐的闪躲是没有用的，你要在攻击范围之内做闪躲才是有用的。啊，2个侧3个侧踹，他就可以控制距离。对，看来大滨方美是希望能够有一些主动进攻，因为这是好像是第2位啊，这个 J Girl 被这个二美蝶来揍了哦。之前二美蝶也是打了这个韩国的 J Girl， 也是一个美女。对，李智苑，一个1 2直接打进去了。好，这刚才可能快顶到了。对。这个日本武打女星还是很顽强啊，被这么打下去还能坚持啊，还不认输。而且她现在冒的可是被打毁容的风险啊！如果真打毁容了，回到日本啊，她的片酬可能会大打折扣。我觉得此时她不认输啊，并不是她有骨气，而是她没有自知之明啊，因为她认为自己还有机会啊，可能她还没有认清现实。看起来这个日本选手现在主动一点了，主动一点的是就是不具威胁性。这个是一个凌空击哇，这个肯定 KO 了，哇，这个太残酷了。二美蝶，反正朋友们，就像我们说的，只要二美蝶想要 KO 对手啊，那就是一瞬之间的事儿。好，注意看，对方已经是口鼻喷血，感觉整个人已经是不行了，赶紧把兽医叫上来啊！保护动物，人人有责啊！看到此情此景啊，我想起了一首悲伤的歌曲，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今天的日子有生活的花。
是我们的笑容。我会让你看到中国人是怎么样打比赛。我们可以倒，但是我们不能怂，我们不会害怕，我们可以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孩子，牺牲我们自己。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中国选手吕凯如此的愤怒？还不是因为在赛前的发布会现场，外国选手实在太嚣张，对峙环节竟然把拳头怼到中国选手的脸上，比赛时的发言更是令无数中国人感到愤怒。中国的病夫给我听好了，我是哈萨克斯坦的勇士，明天上了擂台你会输得很难看，中国人只会当我的垫脚石，你绝不可能战胜我。好，观众朋友们，视频当中正在出场的选手便是来自于塔吉克斯坦的雄鹰阿索利然·塔斯克特，短袖再配上狗皮帽子啊，不知道他过的是冬天还是夏天。作为塔吉克斯坦的超新星，他已经有着13场不败的豪华战绩，而且13场胜利当中呢，有12场只通过降服拿下对手。而且他的身体素质啊，非常的恐怖啊！1.72米的身高，竟然配上了1.95米的臂展。没错，这是我目前为止见过身高和臂展比例相差最恐怖的选手之一了。这个不可一世的阿索利然这一次来到了我们中国比赛啊，赛前更是把拳头塞到了我们中方选手的脸上示威。而且在发言时更是表示啊，要把中国选手当垫脚石，更是放肆狂言，称我们中国选手都是东亚病夫，今天让我们笑，明天就让我们哭，所以这才导致我们中国选手吕凯在媒体面前激情发言。没有错，这个身披5星红旗正在出场的猛男，便是来自于中国的柔术暴君吕凯。吕凯的柔术在我们中国男子综合格斗界可以说是天花板的存在。吕凯在媒体面前的发言也是让我感触颇深，当然我觉得他也说出了很多我们中国人和中国同胞的一个心声。很多老外认为我们中国人啊只是人多啊，都很体弱，都很好欺负。那吕凯就表示了，我们是最勤劳最勇敢的民族，我们可以为了家人为了孩子啊奉献一切，牺牲自己，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爷们儿。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双方的资料对比：30岁对战26岁，173的身高对战172，臂展你没有看错，177对战195。体重上对方比吕凯重了1公斤左右，没有错，对方超重了。这个家伙不仅超重，还羞辱挑衅我们。那按照规则来讲，今天对方超重，如果不 KO 吕凯，他是不可能赢的啊！如果打分，他必输无疑。好，双方的比赛马上开始。注意看，红方选手红色短裤吕凯，而蓝方选手蓝色裤衩便是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的阿索利然。赛前看好吕凯的人寥寥无几，不只是国外啊，国内的话看好吕凯的人也不多呀，因为对方的臂展太恐怖，实在太难打。比赛的临场战术究竟是怎么样？不要再去纠结和对方对拼。是我们看到他曾经说过，我不打无聊的比赛。抱单腿，看一下，他竟然一开始就抱了阿索利然的单腿。是从风格上来说的话，他要用阿索利然打法来打阿索利然。柔道对摔跤嘛？是的。柔道暴君是否能够让我们见识一下他柔道的技巧？往前顶，双方再听这个，特别快的一个肘击。两位选手都是残暴类型的高手，对方的话是摔跤更强，而吕凯的话是柔术更强。是毋庸置疑的，就是吕凯从来不打无聊的比赛。没错，那这场比赛之前呢，因为阿索利然超重，就是必须终结对手。双方对点连续的重击，连续的反击，别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有没有机会？是个重击，连续的重击，连续的重击，连续的重击，看到现在还在重击，还在击打。柔道暴君回归，柔道暴君会拿下比赛吗？现在看吕凯会拿下比赛吗？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比赛结束了，一闪形成吕凯，再次回归，回归，吕凯回归。观众朋友们，这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对决，太爽了！没有错，吕凯仅用时不到1个回合拿下了这个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的狂徒阿索利然。赛前没有告诉您，实际上吕凯在这一场比赛之前啊，已经是3连败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场胜利对他来讲非常的重要，非常的来之不易。好，注意看，哇，对手怎么还骂人呢？很明显，对方的选手表示自己输了不服，没见过这样的啊！赛前挑衅，结果输了还输不起，玩不起的。好，再来看一下吕凯刚刚的残暴 KO。这个时候，对方已经是完全没有了反应，没有了动作。
裁判一开始想要叫停，看对方呢还有一点点反抗的空间。这个时候已经是完全没有反抗能力了，体重降了下来，而对手却是处于一个超重的期待。吕凯还是接了这场比赛，没问题。我觉得裁判叫停的完全没问题，但是看起来对方明显是不服啊，给他颁发的奖项、送给他的鲜花他也不要，全给到吕凯了。对方还真是，哎呦，你看还在摆谱。来中国这么嚣张还真是头一个。不会跑。注意看，来华8年不败的外国拳王，在比赛途中竟然张开双臂，摇头晃脑，挑衅邱建良，完全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这个嚣张老外就是罗马尼亚防暴盾马克西姆。从2016年到2024年，这个叫马克西姆的家伙让中国选手吃尽了苦头。凭借如同防暴盾般坚不可摧的防守，再加上如同炸弹般的重拳，让中国选手既打不进去又防不下来。在中国擂台长达9年没有对手，曾2胜王鹏飞，3胜金鹰，就连妖刀魏睿见了他都要绕路走。然而这一次，他把目光放到了中国坦克邱建良的身上。我来中国已经9年没有对手了。我最近听说中国有一个叫邱建良的挺厉害，我把话放在这里，只要他敢站在我的面前，不超1个回合，我绝对会让他跪下来，亲口管我叫爹。好，观众朋友们，这场强对决已经开打，由红方选手邱建良大战蓝方选手来自于罗马尼亚的马克西姆。这场比赛可谓是最强的盾遇到了最强的矛，也可以说是最聪明的人遇到了最莽的莽夫。当然了，邱建良是我们的聪明人而对方的话是一个莽夫。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得出来，对方的战术风格很明显了，就是不断的推进，不断的压迫，压缩邱建良的移动空间。没错。邱建良的这个对拼呢，并不盲目，大多数会选择自己有合适时机的时候进行进攻。邱建良一直以来，我们看是想要利用绳圈的这个边缘的方式，是来跟对方进攻。所以说这种六角形的这个擂台特别格外适合他。而且邱建良特别擅长的是，对方在面对他背靠着绳圈的时候冲进来，他做切线出去，把对方直接压在绳圈上。再用这种方式呢，邱建良打败了很多对手，上钩低扫。这个马克西姆在我们中国已经击败了数十名搏击名将10多年没有对手了。所以本场比赛，我们中国的全民粉丝，我们中国的观众对于邱建良寄予的厚望是非常大的。因为如果邱建良都搞不定的话，那基本上对方就可以称霸我们中国拳坛了。一般来说，他们的打击速度并不快，更擅长找寻自己的有效性的重击。邱建良这个大家非常熟悉了，但是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26岁，身高1.74米，目前的这个历史战绩是这个43战37胜6负17次 KO。14到15年斯曼世界金腰带，16年 WF 67公斤级世界攻防者。如果不算黑哨的话，邱建良最近都没怎么输过。这个马克西姆呢，就像是一个装着防爆盾的推土机。邱建良也很清楚，正面对决的确是有可能打不过或者打不动对手。所以说我们看邱建良现在采取了一个很灵活，围绕着龙网的一个战术，左移右移，然后找机会，没错，打反击，一把推翻，连拳带腿再推带摔一气呵成。邱建良是一个比较擅长抓机会的选手，我们一直在把他跟他的队友，像比目前成名的邓泽奇、铁英华，包括魏睿，在进行对比。每个选手都有自己的特色，或者打斧连续的重击，转身后蹬。观众朋友们，看这个马克西姆的确够狂，张开双臂挑衅邱建良。
这也是我目前见过敢在擂台上这么嚣张、明目张胆的挑衅邱建良的人。要知道，此时的邱建良已经是身经百战，而且各项综合实力都很强的选手了。好，双方比赛来到第2个回合。那么在赛前，马克西姆是狂言说一回合把邱建良打到下跪喊爹，很显然他没有做到。这是很多老外惯用的一个激将法赛前羞辱挑衅，也是希望能够让人上头。你看，他动不动就把拳头放下来，或者做一些小动作挑衅邱建良。一套这个不同风格的这样一个选手的阵容，没错。跳膝漂亮，这个其实有这个搏击训练经验的观众可能会更有体会，就是如果你一直在做着思维去打拳的话，是非常非常累的。对，虽然拉出来的连击没成功。我相信现在屏幕前有很多观众认为邱建良现在非常的被动打得很怂满场乱跑，但现在实际上分数上邱建良是遥遥领先。这个马克西姆他单纯只是追，但他追不上，而且还打拳还打不着，因为他胳膊太短了。与其说是他追着邱建良，那你可以理解为现在这邱建良拿着一根胡萝卜，对方像一头驴，我们在牵着对方的鼻子走。感觉罗马尼亚这位选手有点别扭，因为他自己现在追不上邱建良的步子。对，所以刚才这个张天刚老师还这个专门提示了你要进攻是，但是这个马克西姆这个我也能理解，就不知道从哪儿打呀？你说这个要主动进攻。后手拳。好，比赛时间最后的20秒，我们看这个马克西姆已经很无语了。你看，张开双臂，频频的，一方面是自己很无奈一方面也是挑衅邱建良，意思你就这本事，你就知道跑。观众朋友们，这是拳击比赛是有规则的邱建良的智商拳商的确是高，已经把这个马克西姆的心态已经耍得快没了，我感觉好，接下来看一下双方第3回合，也是最后一个回合的对决。那么目前来看，前2个回合的比分都是邱建良优势，但是不知道第3回合这个马克西姆会不会拼尽全力倾其所有。确实，那个邱建良这个整个的移动的脚步没停过，对，没停过，对手很难琢磨。这个在我们训练的时候呢，教练经常会告诉我们，你要保持移动，但真正做起来其实很少有人能做得到。对，邱建良是为数不多的一个。在对方做屈臂防守的时候，我们鼓励大量的这个拳法也是这样的理论，用下肢方式进攻对方，这样的话会对对方伤害更大一些。因为上肢拼上肢的话，绝对力量是差不多的，对你很难给对方造成大量的伤害。这个马克西姆打起来也是挺有自信就推着你跟你打。是，这个邱建良的外号叫坦克这场比赛感觉马克西姆更像。实际上这已经不是邱建良第一次运用这种战术了。那上一次打肯姆罗宾德国的肯姆的时候，也用的是这个战术，凭借灵活的步伐围绕龙网，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必须要运用好。那很显然，邱建良今天运用的太好了，根本抓不住好漂亮，这拳有效果。刚刚对方头部有明显的位移。之前有很多中国选手输给了马克西姆，就是因为和马克西姆选择了正面对刚。用对方最擅长的方式和对方打是很不明智的。这个场边擂台，我们的边角是边长7米，是，那这整个的6角擂台会比一般的4角擂台要大。对，这个马克西姆可能这个打起来其实有点费劲张天刚老师又警告了邱建良1次，是。马克西姆终于抓住邱建良，抓住这机会了，输出一些。内心当中那个潜台词是我可逮着你了我。这整个的6角擂台会比一般的4角擂台要大。对，这个马克西姆可能这个打起来其实有点费劲马克西姆表示非常的头疼抓不到好，3回合的追逐大战终于结束，让我们恭喜邱建良，非常的精彩一场很经典的游击战。